Hello， 大家好，年过完了，不知道大家胖了多少呢？反正我是胖了不少，所以我最近就开始做这种减肥餐，低盐低脂，然后低碳水。这是我目前拍的一些照片，大家可以看看。我自己的想法是我把它整理到100天以上，应该是很漂亮、很震撼的吧。那么这一期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照片如何快速的拍摄，对于新手小白朋友是很实用的。当然中间我也会穿插一些知识点，所以大家要坚持看完，一定会有所收获的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拍摄现场是怎么样的。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拍摄道具啊，一个下面的这个反光板、泡沫板就不用说了，前面用了一个八角，然后呢看一下后面我用了一个灯，这个闪客的这一个灯，然后前面加一个标准罩。好，其实一共就这两个灯加上一个反光板，还是比较简单的吧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把这个灯要加在后面，加到前面行不行？这里就是第一个技巧了，就是我们把灯加到后边，这样它这个光是不会影响到前面的，就是它不会有一些所谓的呲光。那么它通过这个打到天花板再反射回去呢，它后面会过滤掉一部分光，这样的光会更纯粹。当然它的作用就是平衡画面中的阴影，同时它可以从天花板反射下来的这个光填射到画面的主体，这样可以更好的体现它的食欲。前面呢我们这里用了一个八角，其实我最近很多时候拍照我都用一个超级大的深抛，但是这里我没有用深抛，这是第二个我想说的点。当然你用深抛没有问题，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深抛还有这种八角的区别。就简单说，它的这个八角的话，因为它的灯芯离后面比较近，所以它在前面会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高光点。那体现在照片上呢，它上面也会有一些高光点。大家知道这种高光点在这个照片上会增加它的食欲感，但是如果你用了深抛的话，因为深抛的话它的灯芯离那个外边的这一层布有很远的距离，所以它没有明显的这个高光点，那么它打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就会差那么一点点意思，这是我个人的感觉。我们就把这个准备好，把它架上来就好了。其实我们在美食摄影中，它对光线的要求是相对比较低的，不像其他的像金属类的易反光类的材质。那么对于新手来说，拍摄美食恰恰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，而且它很容易出大片，因为它很简单。这种美食类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归结为非反光材质，就是它更多的是慢反射，所以它的这个光呢，你远一点近一点，就是倾斜一点，然后俯一点，它对最终的成片影响相对就是要小一点的。所以新手朋友们，你看我的这个场景是不是很简单？很多人说我在家里没有办法弄这么大的这个灯怎么办？那你可以用热靴闪光灯，小的灯前面转接一下，一样可以去拍大片。记住后面的这个不重要，前面的这个才重要。好了，然后是这个功率，大家可以看一眼。我其实在分享的时候我很少去说功率的事情，因为我感觉功率这个事它没有那么重要，你就记住哪个是主光哪个是辅光，它一定是主光。如果它打亮的时候画面的光比比较大，那你把后边的那个灯也要增大一点，然后这样可以增加一些光比。就是你要看你的感觉去调，不够亮去增亮，你要知道哪个要调亮，而不是要死记硬背一些灯光的参数，那个是毫无意义的。然后我们的相机呢，就是用的尼康 Z6 代加上一个 X Pro 的音闪器。这个音闪器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，就是尽量还是买这种，因为它更加直观，调节起来也方便，它可以节省你的一些时间，我觉得，所以这个也不是很贵，大家在这上面尽量不要省钱啊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比较简单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好好吃饭，健康吃饭，然后有一个好的身体去迎接2023年新的工作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投币，拜拜。